隐藏模式。之前给朋友们介绍过拿瓦成人级的荣灵刀，我还以为这是个什么革新级别的成人级玩具，没想到只是个优化了造型和涂装的 DX， 当时那是给我一个失望呀。这不，成人级的拿瓦腰带我也是给大家整来了，360块，有点贵啊，兄弟们可以点点赞回血吗？对了，这个呢也到了，多多转发视频给我点动力，这2天我就给它干出来。说实话，这玩意儿拿到手的时候，一看这盒子，乖，纯黑消光质感，奢华大气，感觉怪高端的。难道说官方幡然醒悟了？开盒以后呢，分2层，第一层有钥匙和主体，第2层是整条腰带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就2把钥匙？我丢，这种级别的玩具就给2个钥匙，这配件量有点匮乏。再怎么说，好歹把4把钥匙给齐呀。哎，不过转念一想，哦对了，另外2把钥匙啊，在荣灵刀里。但是既然叫厌惧腰带，怎么没有托纳多的钥匙，还要单独购买？这厂家的格局无话可说，我只能用之前的钥匙进行演示了。这里还有一张预定才有的明信片，这东西当特点，我感觉没啥诚意。你要是换成库雷弗的钥匙，我能跪下来喊爹。直接来看召唤器主体，造型方面就是 DX 的改模，除了2块面板，你看主体呢是一模一样的，就连铭文都定格在了2013年。所以重量相比于 DX 啊差距不大，拿在手里感觉轻飘飘的。但是涂装方面啊，根据剧中的配色大幅度的进行了优化，背面呢也是有枪铁色的涂装，加上这里的锐化处理，更符合剧中的造型。银色的涂装也是比较的好看，两边风扇部分啊改成了透明的，通透性更强，内部细节看起来很清晰。坏了，这不会又是优化涂装的 DX 吧？事实上果然如此，玩法方面和 DX 几乎一样，装入3节7号电池，开机。这个开机音效呢和荣灵刀是一样的。开机之后，如果没有操作，在2分钟之后会进入睡眠模式，但是如果你想把它唤醒，需要重新开机。这睡眠模式这是睡死了吗？这是。钥匙是全涂装，颜值啊高了很多，但是在剧中钥匙头可以弹出来，玩具呢没有还原，还挺可惜的。插入钥匙，验知拿瓦吞噬猛焰的力量，合体，转动，铠甲合体。你该为你犯的罪付出代价了。这就没了，和 DX 版本对比一下。当然了，这一款呢也是可以识别托纳多的钥匙，这里的音效我都放在视频的最后。破天荒的是，官方这次还加入了隐藏音效，在插入拿瓦钥匙以后不旋转，5秒内直接插入托纳多钥匙就能触发隐藏音效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隐藏音效有点意思。这么看下来，这次音效呢也是不少的，但是台词和音效不能分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多少感觉有点放不开的意思。那次纳米和库雷弗的钥匙有识别吗？不能识别，正常啊，毕竟剧中也是没有什么联动的。腰带部分比之前的这种高级了不少，通过这里可以调节长度，两端是枪铁色的卡扣，我对比了一下剧中的这个卡扣应该是黑色的，而软胶的腰带也是有金属漆的涂装，这里偷懒了。整体看下来，其实这款拿瓦腰带官方呢也是放了诚意在里面的，至少音效方面还算不少，就是玩法单一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，让人感觉略有遗憾。最后配件不多，让人感觉吃相难看，不推荐。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质检员大鹏老师，好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只要是邪恶，永远不能胜过正义。投降吧，剑荣林！揉面螺旋拳，等待法律制裁吧。
器是藤为主的吧？铠甲合体。来吧。